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今天是前女友宠粉的一天。前段时间一直有宝贝儿说想看《狂赌之渊》的第2季，那么今天必须满足你们。怎么说？做我的小宝贝儿不亏吧？简单回顾一下第1季，私立百花王学院一直以来都是通过赌博来决定身份地位的，学生会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。没钱偿还债务的人将会沦为家畜，任由其他人践踏，就是一个字儿惨。会长在与孟子打成平手之后，宣布学生会就此解散，他将辞去学生会会长一职，学员也将迎来新的会长选举。这一季一上来就比较惊险刺激，孟子和小旺沉浸在与惠利美的赌局之中，能让小旺兴奋的赌局可不多。这次的赌局名为切指断头台，听这个名字就血丝呼啦的，太符合小旺的口味了。赌局是3个人分别把手指伸到断头台里，所谓的断头台是一个用线衔接刀片的暗箱，剪错一根线就要面临被切掉手指的风险。下完注，小旺第一个剪绳子，这个女人仿佛是自带 buff， 越想死就是越死不掉，这次她没中。孟子第2个剪绳子，他也没有中，下一个就轮到了惠利美，他并没有直接剪，反倒是调侃起了小旺。这曾经输给过孟子，还要赌上手指，难道说是为了报仇吗？そうかもしれねえ。たっぷりじらされたからな。たっぷりいじめてもらうんだ。小旺的反应他是没有想到的，伴随着孟子和小旺期待的眼神，他剪了下去，结果也没中。第2轮开始，小旺还是没中。轮到孟子的时候，他先问荷官有没有先把那个东西拿掉，荷官表示已经拿掉了，然后剪了下去，还是没中。下一个轮到了惠利美，他听到拿掉了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惠利美属于重参家族，拷问是他们代代相传的产业，断头台就出自那里，但是它的设计是绝对不会切断手指的，更多的是给人带来恐惧。因为他在里面放置了铁板，就算刀落下来也会被铁板拦下来。他一听说那个被拿走了，脑海里浮现出来手指被切断的画面，再加上小旺近乎癫狂的状态，让他陷入了恐惧，手心冒汗，眼神迷离，颤悠悠地切了下去，结果并没有中。绳子越来越少，小旺和孟子越来越兴奋，惠利美就比较惨了。他的赌博都是绝对安全的，以前他都是享受别人面对拷问的恐惧，而现在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也让他好好尝尝受刑的滋味。第3轮刚刚开始，小旺还是没有中，简直是没有悬念。孟子也没有中。惠利美利用他的演绎告诉我们，此刻的他心态究竟有多炸。他不明白为啥对方都能这么从容地剪下去，此时的他瑟瑟发抖，连剪刀都拿不起来了。在小旺和孟子的催促之下，他一个没绷住哭了起来。小旺和孟子当时就傻眼了，这玩得好好的，咋还说哭就哭了呢？在小旺的步步紧逼之下，他还是剪了下去，结果没有中。这算是白苦了。新的1轮又开始了，孟子和小旺剪绳子就跟家常便饭一样。听着这委屈的声音，我竟然有点心疼了。赌局进行到最后，场上还剩下最后3根绳子，惠利美已经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了。她看着孟子和小旺都没有抽回手指的意思，她不想因为自己的退缩影响到家庭的产业，一狠心就剪了下去。还好有惊无险，这根手指算是保住了。其实想想也是，自己的刑具没有吓到别人，反倒是吓到了自己，这要传出去生意怎么做呀？正所谓百因必有果，为什么一上来就开赌了呢？起因是在前几天绮罗莉辞去了会长一职，看似是自断羽翼，其实他是另有打算。孟子的到来破坏了他精心打造的鱼塘，弱肉强食的理念即将被分崩瓦解。很多人受到孟子的启蒙发生了改变，如果放着不管的话，他将无法掌控全局。所以他想利用会长选举，把这潭水再度搅浑。参加选举的大部分都是百参一族。下面有请全员恶人闪亮登场。桃参绮罗莉是他们本家家主，他以胜出的人将成为百参的家主为筹码，吸引了各分家的代表来到学园。这不光是会长争夺战，更是百参一族的继承战。学生会会长选举的公告已经张贴在了学校的各个地方。黄泉月担任这次选举的委员长，委员会将保持绝对中立，每个人的票只能通过赌博来交易，除此之外的任何行径都不被承认。选举时间为30天，30天后票数最多的人获胜。赌注用的筹码相当于选票，全校学生人手1枚。看着手里的筹码，孟子觉得有点可惜。这样看来，斗生田丰给他汇的钱是用不到了。30億円啊，富婆，你看我还有机会吗？こら、見せびらかしてんじゃないわよ。どこのバカが寄ってくるか分かったもんじゃない。啊嘞，那你当我啥也没说过吧？孟子看到牙牙里上去就想要抱抱，牙牙里一两嫌弃，这才是真男主呀！31赌债是还上了，那斗生田丰输掉的人生呢？孟子把他让给有需要的人，没错，就是黄一月。想不到这俩人竟然组起了 CP。牙牙里让孟子小心一点，他听说学校转来一群名字里带参的学生，很可能和会长有关系。他转念一想，孟子名字里也有这个字儿。
まあ遠い親戚とかですかね。蛇参孟子是族内位于末端的蛇参家次女。惠利美通过仆人向孟子发起了挑战，没想到他还一同邀请了小望，也就是有了开头的那场赌局。百合子在与阴参、阳参的赌局之中，一下输掉了西洞院的20枚选票。他因为受不了这个委屈，直接昏了过去。这个个子高挑的妹子叫做阳参三玉，看起来十分热情。这个身材娇小的妹子叫做阳参三里，平时沉默寡言，她是三玉的妹妹。两个人找到孟子，准备和他赌一场，真是上来就往钢板上踢呀！三玉见到孟子，就给他来了个大大的拥抱。孟子想着姐姐都抱过了，那妹妹不来一下吗？结果人家理都没理他，这一天天净想没事儿。黄泉月担当此次赌局的荷官，能让委员长亲自出马，想必这场赌局会很刺激。他想看看打败百合子的两个人到底是如何出签的。赌局马上开始。僕もこの選挙戦に参加します。等等，说大意了，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本季的表面男主，依旧是我们的梁太担当。他要求参加赌局，2v2还算蛮公平的。赌局的名字叫做米姆林氏，虽然听起来花里胡哨的，但是读法很简单。场上有4种花色的牌，分别代表0、1、2、3，每个数字各10张，一共是40张牌。荷官会给每个人发4张牌，然后4个人按照顺序出牌，场上的数字加起来不能超过9。如果有人出牌使和超过了9，那这个人就会输。3局定胜负，输掉的人要将赌商的票分给没退出的所有人。如果票太少不够分，可以无限制的向委员会借代票，但是每一张代票都代表对学生会言听计从24小时，听起来好像是变相的家畜制度。赌局正式开始，黄泉月让梁太说个数字，然后根据他说的数字把牌分成了2份，再重新洗牌，真的是给男主加戏拼尽了全力。黄一月给他们发完牌，めちゃくちゃいい手札じゃないか。このギャンブルで0が2枚あるのは大きい。嘞，照这个趋势的男主有望崛起啊！实力不够，运气来凑。从孟子开始顺时针出牌，他直接下注30。话说你这个筹码，30里面有28个都是代票吧？三里直接跟注。梁太反倒是犹豫了，看来崛起这件事儿还是暂时放放吧。黄一月说，30个代票输掉的话，就要被学生会夺走720个小时。梁太想着不能在女神面前出丑，狠了狠心跟了注。三玉就不用说了，人家跟注都不用代票的。没一轮下来，没想到居然是三玉输了，但是他依旧是一副一切都在掌控中的样子。第2轮开始呢，孟子有点不对劲儿了，他呼吸急促，手里的牌也掉到了地上。另一边，雅雅里撞倒了副会长，面具的后面是和会长一模一样的脸，但是比起会长来高冷。这个妹子看起来多了一丝可爱，爱了爱了呀。会长叫做桃参绮罗莉，她的妹妹叫做桃参莉莉香。就这样，雅雅里被他带进了小黑屋，摆在雅雅里面前的是100枚选票。莉莉香抛了1枚选票，让他猜在哪只手里。猜对了，这些选票都归他。但是有个条件，就是要雅雅里在会长选举大赛中协助他，只要能一起战斗，输赢无所谓。嘞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转角遇到爱？一撞还能擦出点火花？好了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去传角蹲人了。莉莉香呢，绝对是亲男主。外しなさいよ。それ。这脸红成这样，难免让人想多呀。但是他拒绝了莉莉香。私はお前に強要する。此时，梁太打来电话，他说孟子已经快要不行了，你赶紧过来救场吧。雅雅里一听这个，当时就急眼了。なるほど。やるわねあんた。这帝王宫的气场，谁能顶得住呀？原来三里之所以找到孟子，是因为他们收到了同一封邀请函，邀请人正是莉莉香。等雅雅里赶到的时候，孟子已经神志不清了。黄泉月说他这可能是中毒了，百合子当时就是这种情况，所以现在已经很明确了，下毒的人就是阴参三玉。阴参阳参两家的企业就是制药，用药物可以轻易的控制他人的生死。三玉在抱孟子的时候就已经对他下了毒，因为是在赌局前发生的事，荷官是无权干涉的。三玉以解毒的血清做筹码，邀请雅雅里参加赌局，如果输了，他刚拿到手的100枚选票就会付之东流。私がこのギャンブルに勝ったら一発殴らせなさいよ。这就是莉莉香的计划，鹤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三玉为了追求刺激，另加了一项赌注，输掉的人要用毒针划破手指。我说大姐，这没必要吧？凡事做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呀。为了救孟子，两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三玉自信満々，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赌局开始，下完注之后，雅雅里让梁太明牌，这么明显的出签方式，直接就被荷官叫停了。もっとも過失までは咎められないよ。間違って落としてカードを全員に公開しちゃう。您还真是公平公正呢。三玉只当他是为了避免自己中毒，找了个替罪羊。他和三里在孩童时期就经常玩一些暗号游戏，后来这种游戏成了两人交流的一种方式，难怪人家这么自信，原来是开了挂的。梁太明牌之后，雅雅里直接加注100枚。
第二轮正式开始，两姐妹互换情报。梁太这边是雅雅里让她出啥她就出啥，毕竟孟子之前嘱托她凡事都要听雅雅里的。到底谁是男主，一目了然。三里输到了比赛，他用毒针扎了手指，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第三轮开始，从梁太开始下注，他下注5票，三里加注300票。レイズ1万票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雅雅里直接加注1万票，1万票就是24万小时。这要是输了，大半辈子都要任人摆布。三里觉得他在虚张声势，直接跟了注，真的是迷之自信。都连输2局了，竟然一点觉悟都没有。他看着雅雅里的微笑，心里有点发毛了。梁太出2，三玉出3，雅雅里出2，场上合计为7。三里手里有0、1和3，他向三玉示意，如果自己出1，梁太出1，轮到三玉的时候，总和已经到9了。他俩谁都没有2，怎么出都是输。此时三玉才反应过来，他本以为挂都开了，这局肯定稳了，没想到局局翻车。问题就出在了黄泉月的身上，他的发牌方式叫做吉尔布雷斯洗牌，是一种很有名的魔术，看似杂乱无章的洗牌，实则在发牌的时候，每一轮发出的牌都是一样的，0、1、2、3各4张，一共16张牌随机分配。雅雅里让梁太明牌，然后根据自己手里的牌就能算出剩下的8张牌是什么，所以从拿到牌开始，姐妹花就注定会输。三玉觉得荷官有意操控赌局，一点都不公平。私が中立じゃないって？口の利き方に気をつけろガキ。黄秋月表示，他从一开始就这样洗牌，你自己没有发现，怪得了谁呀？再说16张牌随机分配，并没有让谁单方面陷入不利。当然，要是从一开始就没发现这种洗牌方式，自然而然就会处于劣势。赌局继续，三里的毒开始慢慢发作了，他出1，梁太出1，三玉出0，雅雅里出0。又轮到了三里出牌，如果他出0，梁太手里还有最后一张0，输的人是姐姐，他开始犹豫了。どうせ負けるなら私よりあなた。だって私の方が優秀だから。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？他甚至还拿雪清威胁妹妹，被逼无奈，三里只能出了3。游戏结束了，小三里也昏了过去。雅雅里觉得已经结束了，扎手指什么的大可不必。但是三玉还是拿着妹妹的手放到了毒针上，他不想给人留下画饼。这个女人真是个狠人啊！白三家的仆人呢叫做灵，他为孟子接中了血清，孟子也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另一边，优雅美利用偶像的身份，让粉丝们心甘情愿地输给了他。黄一月更不用说了，他那些道具对付普通玩家绰绰有余。白三家族各显神通，战绩颇丰，绮罗莉更是没有输过。学生会选举已有1周之久，孟子排在第10，雅雅里排在第4，绮罗莉依旧稳坐第1的宝座。优雅美想筹更多的选票，她的目的并不是会长这个位置，而是拉拢新会长。她觉得拿下奥斯卡奖少不了学员这个后盾，真的是逻辑鬼才。粉丝的票已经收光了，再想要更多的选票，只能通过真真正正的赌博了。而优雅美想出了新办法，开辟新的粉丝层，真是把投机取巧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她找到了孟子，打算来场梦幻联动，赚到的票2个人平分。梁太很期待。此时，好莱坞女星华语流出现在了学院里，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优雅美是她的忠实粉丝，当爱豆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，她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本以为是自己小有名气，但是下一秒就尴尬了。华语流表示，她对偶像这个行业并不感兴趣，只不过因为是对手才调查了一番。为什么好莱坞巨星都来参加赌局了呢？其实她一直都在，她就是和月参输光，华语流是她的艺名，这反差多大呀！不愧是好莱坞巨星。然而他的目标却是孟子，虽然孟子只有13张选票，但是有些人票多却构不成威胁。没错，说的就是优雅美。这一波含沙射影直接激起了优雅美的斗志，她主动申请参战。投机取巧并不是通往成功的捷径，想要得到认可，还是要脚踏实地，用实力说话的。优雅美能否成功反击？巨星和偶像之间会有怎样的较量？这些我们都是下期再说啦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喜欢的观众老爷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收获更多精彩故事。比心。